这是一个熊背雌尊的世界。雄性哨兵天生狂暴，需要雌性向导的点化和安抚才能活下去。在这个世界里，雌性向导就是雄性哨兵的神，而我，一个996猝死的社畜，竟然穿越成以虐待4位勇气哨兵为乐的华国二公主身上，而原主已经被绿茶男一只害死。没了你，公主之位和那4个极品雄性哨兵就都是大公主的了。我穿越了，等等，我中了500万彩票呢，我还没有花呢。检测到宿主对花钱欲望强烈，少项返利系统紧急绑定，金手任务发布。全都是绝色美男，没想到我一个996的社畜穿越过来，居然还能过上左拥右抱的日子。为你的4位契约老公之一，消费100万玉石即可获得10倍返利。任务失败，抹杀。检测到原主虐待4位勇气哨兵，克扣资源补给，用于追求渣男一只，目前已被一只毒杀。什么？雌性向导为尊的世界，至高无上的公主，居然能被绿茶男整死？不可能，这具独连甲等雌性向导都扛不住，他怎么？这就是你给我喝的。啊！殿下您醒了。哼，在我面前演，奥斯卡也得欠你个小金人。二公主竟然打我！公主殿下不好了，安丰将军在前线遭到偷袭，重伤垂危。我们的军需物资全被你扣下送给义之大人了，前线快撑不住了呀！殿下，这不能怪我，是您说安丰将军总惹您生气，要把他的东西都给我。我男人在前线为国捐躯，你个软饭男也配在这里说风凉话？软饭男。从今天起，本公主的雄性哨兵，本公主护着。我的钱只会花在我的雄性哨兵身上。魂穿华国二公主，还绑定了少项返利系统，终于不用担心钱不够花。检测到宿主最近购买灵泉水，赠予一支，目前余额5玉石。什么？殿下，您是在担心安丰将军吗？要不我把您送我的灵泉水给您去治疗安丰将军吧。拿来吧你！可是殿下，那是您送我的定情信物，您舍得把它要回去吗？骗得过原主，可骗不过我。少跟我996社畜玩欲情，故纵这套。殿下，您忘了吗？您说过您最讨厌他那身蛮力，看到他就会脏了您的眼睛。他是我名正言顺的勇气哨兵，是华国的将军。你一只又算什么东西？不过是我一时糊涂豢养的玩物罢了。从今往后，想从我这薅羊毛，门儿都没有。等着吧，我一定要让你和那个该死的安丰都不得好死。将军，都怪公主殿下，她宁愿把圣权送给那个男宠，也不愿救你。别说了，在他心里，我们不过是玩物。尤其像我这样身材强壮、深色皮肤的雄性哨兵，没有雌性向导会喜欢。谁说的？他来做什么？又想出什么新的花样来羞辱我？啊！这不是殿下您送给一只的灵泉水吗？您居然愿意拿来救将军？他竟然舍得用圣权救我，他不是最讨厌我这种粗野的雄性哨兵吗？安丰将军，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之前的事一笔勾销好不好？他在对我笑，他以前只会对我冷嘲热讽。这么温柔的二公主，是我在做梦吗？说什么就是什么。殿下，事情就是这样。看来我那位乌等的皇妹身上藏了些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殿下，事情就是这样。他不仅没死，还从我这里抢走了灵泉水，治好了安丰。看来我那位乌等的皇妹身上藏了些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他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现在做出改变太迟了。白虎龟拔那个莽夫性情暴躁，灵智力本来就不稳定。这狂乱之臣无色无味，却是强效刺激剂，已经在大名鼎鼎的龟拔上将的食物里。这样一来，龟拔的灵智力会瞬间暴增。
到时候他就是一个虐待前线上将、无法点化自己勇气哨兵的乌等废物。你觉得母后和那些大臣们还会让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我要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被剥夺一切。安风的危机暂时解除了，但原主留下的烂摊子实在太大。他们对我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不是一瓶药就能解决的。而且系统的这个消费任务也得尽快完成。殿下，殿下出事了！刚刚接到皇家僵尸团的紧急通讯，龟拔的灵智力暴走了。甲等的灵智力暴走，除非有甲等的雌性向导勇气哨兵亲自点化，可您只是物等，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群星拍卖会。我曾在一部军方的绝密情报上看过，群星拍卖会的压轴拍品是一支名为散兽丹的传说级药剂。据说它的效果堪比甲等的雌性向导全力点化，是唯一可能将龟拔从完全入魔边缘拉回来的希望。紧急任务：勇气哨兵龟拔濒临兽化失控。我们现在就去买下散兽丹，照向反力系统出发。好的，宿主。殿下他似乎真的改变了，我真的可以相信他吗？殿下，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拍卖会马上就开始了，而且散兽丹这种级别的宝物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我知道，我只是来想办法筹集资金。系统只给了我反力功能，想拍下几千万的药剂，就得先从这5块钱开始。唉，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刚从黑森林运来的风狼晶核，只要5玉石1个。就要这个了。这是最低级的附魔材料，连新兵都不会买，他买这个做什么？成功了，第1桶金到手。送你的。殿下，都什么时候了？请您不要再玩弄我了。龟拔的命就在旦夕之间，您却用一枚价值5玉石的垃圾来消遣我。您治好我的伤，难道就是为了让我看清我在您心中到底有多廉价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风，我会给安风买到散兽丹的。这个是和你，这个也要了，这个备着以后用。他到底在干什么？龟拔危在旦夕，他却在这里买这些东西。他送我这些，难道是为了点化我，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用一些小恩小惠来收买我？大殿下，二殿下好像买上瘾了。不过殿下，他好像越买越贵了。他这是彻底放弃龟拔，破罐子破摔了。我还以为他有什么本事，原来就这点家当，真是穷酸。李太平啊，你的另外2位勇气哨兵看到你这样，会怎么想呢？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华国的2公主殿下，大难临头还在玩这种收买人心的幼稚把戏。解除婚契的提案不能再等了。是2公主殿下，她居然还有心情来参加拍卖会。看来传闻不假，他根本不在乎那些勇气哨兵的死活。散兽丹马上就要拍卖了，您不要把玉石花在那些没有用的垃圾上。相信我，我马上就能买到散兽丹了。还差690万两，就可以凑齐新手任务1000万两了。以防万一，还是要有1000万两的玉石。最后一笔。各位请看，这枚灵心玉佩可助配戴者凝神静气，起拍价30万两玉石，还在预算之内，就是它。凤凰阁出价69万两，成交！恭喜宿主，消费69万玉石成功，10倍返利，690万玉石已到账。够了，二殿下，你到底想干什么？龟拔还在等死，你却在这里买这些华而不实的珠宝。你说为了龟拔买下散兽丹，难道就是一句谎言吗？你根本从来都没在乎过我们的死活。下面将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也是最万众期待的压轴拍品——散兽丹。这件传说中的散兽丹，据说能瞬间平复甲等以下任何兽人的精神暴动。
我不该对二公主抱有任何幻想。他已经把玉石都花在那些东西上了，不可能有多余的玉石，拍下散寿丹了。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亏我还高估了他。特地让人把散寿丹换成了更高浓度的狂乱之尘，现在看来根本没必要。这个草包居然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一条破项链，看来我们是白担心一场了。传令下去，让我们的人准备好，随便叫个价，把那平毒药拿下就行。这样愚蠢的雌性向导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501万，501万，还有没有更高的？501万1次，501万2次，501万3次，1000万。什么？他哪来的这么多钱？1000万，成交！天哪！二宫公主殿下竟然如此魄力！为了勇气哨兵一掷千金，难道我们错怪他了？拿着，去救龟吧。哼，花这么多玉石去救一个入魔的雄性哨兵，真是愚蠢！天哪，我听到了什么？二公主殿下竟然愿意花1000万给自己的勇气哨兵！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位向导愿意为了一名雄性哨兵做到这种地步。1000万玉石，那足以买下一座城池了。是啊，二公主殿下，她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向导。如果我的向导能有她一半好，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恭喜宿主获得任务奖励：甲等精神点化术体验卡，10分钟。1000万，二公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玉石？一定是……是的，一定是二皇父。二皇父在世的时候最疼爱殿下，我当众质疑他，可他还是为了救同伴拍下了要紧，甚至还记得为我买下那条项链。殿下，怎么了？对不起，我应该相信你。比起这个，我更需要你100%的信任，你能做到吗？我安峰在此起誓，从今往后，我的忠诚，我的一切都只属于你一人。成功攻略狼宝宝一枚。好了，带我去见大猫。白虎将军，是殿下。1000万，他到底从哪里弄来的1000万玉石？殿下息怒，属下也查不出来他的资金来源，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一定是那个偏心的二皇父。不过有钱又怎么样？他买回去的不过是一瓶能让龟拔狂暴死得更快的剧毒罢了。传我的命令，立刻联系华国各大媒体，让他们马上赶去黄家江氏团的演武场集合。再以我的名义邀请母后和所有在帝都的重臣皇族。还有女皇陛下吗？当然，他如果敢来，我要让母后眼睁睁看着我那愚蠢的皇妹是如何把自己的勇气哨兵推入深渊，观看他一个物等废物是如何在万众瞩目之下失去其威权，失去一切。要他当着全华国的面身败名裂。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在皇家将士团演武场，我们将共同见证决定华国未来的一刻。殿下能否用他天价拍下的散寿丹，成功点化濒临入魔的龟拔将军呢？我看轩，二公主之前对她的4个勇气哨兵那么残忍。二公主花了1000万玉石来救白虎将军，我觉得她是真心悔过了。有几个雌性向导能做到二公主这样？母后，希望二妹这次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李玉章这丫头还叫了媒体，排场搞这么大，这是生怕我死得不够轰动啊！打开笼子！殿下，不可再靠近了！李太平，你疯了吗？
殿下，请三思。对，就是这样，撕碎它。二殿下，不就是只大点的猫咪吗？我做社畜的时候可是靠当猫奴回血的，驯兽这块儿我行。居然控制住兽性了！这是什么感觉？我可是甲等雄性哨兵，二公主可是我最厌恶的恶毒公主，还是个5等雌性向导，我怎么会？龟拔别怕，我来救你了。终于撸到大猫猫了。就算快入魔了，雄性哨兵的本能还是这么下贱。闻到雌性向导的味道就走不动道了。二公主当真和以前不一样了，她居然冒着生命危险点化将军，难道她浪女回头了？大猫猫真可爱。完全入魔的雄性哨兵是不可能对低级雌性向导产生反应的。猫猫，你要乖乖的。好戏现在才真正开始。是狂乱之臣，这根本不是散兽丹。母后，您看到了吗？他根本不是想救龟拔，他是要杀了他。他用毒要害了自己的勇气哨兵。太平，你身为华国二公主，竟对你的婚妻对象白虎将军下此毒手！殿下竟当众毒杀勇气哨兵！李太平这样对华国的雄将，华国药王！给安风放出假消息的人就是你吧？为了让我落入你的圈套，不惜让龟拔入魔。你这剧本有点老套啊！我是唯一有灵力治疗龟拔的人，放弃继位权和所有勇气哨兵，让我来点划龟拔，或许还有的救。真以为我没办法了吗？姐还有一张甲等体验卡没用呢。放心吧，我一定会救下龟拔的。好皇妹，继位权和你的4个勇气哨兵，皇姐就收下了。使用甲等精神点化术体验卡。我说过，我会救你。我说过，我会救你。各位不要被他骗了，他不过是5等，怎么可能治愈龟拔将军？肯定使用某种禁术，压制龟拔将军的兽化。那可是会污染雄性哨兵灵智空间的邪恶力量。二公主太自私了，现在的龟拔将军就是一个随时会再次爆发的怪物。母后，为了华国的安危，我恳请您立刻下令，将龟拔将军收押于最深处的黑曜石地牢。本公主的人，本公主说了算，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抢走他。禁卫军，给我拿下李太平和龟拔！谁敢动殿下，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关键时候挺可靠的嘛，小狼狗男友力满满。此事需进一步观察，在结论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得在意。我的好皇妹，游戏还没结束。这么好看的雄性哨兵，原主是怎么舍得虐待的呀？真是暴殄天物。你想干什么？这小猫咪还挺有脾气，不过这样驯服起来才越有意思嘛。
这就是你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救命恩人，我怎么会对这个雌性向导做出那种事？那绝对不是我，谁让你救的？我宁可彻底受化，也不要接受你这种不明不白的恩惠。随你。他竟然没耍什么把戏，就这样走了。可恶，灵芝空间还不稳定，又控制不住兽化了。它的味道怎么这么香？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倒是很诚实嘛。驯服傲娇的白虎，10倍返还任务期间为龟拔消耗的所有资源，并额外奖励全科工业设计图册乘1。要快速完成驯服任务，就得知己知彼。系统，商城里有没有能听懂兽语的道具？兽语翻译器，售价1万玉石，是否购买？紧买。好饿啊，头有点晕。请帮我兑换烤肉，已兑换，扣除5万玉石。吃完后，我觉得能1打3。就是毛有点乱，要是能梳毛就好了。购买冰晶顺毛梳，花费10万玉石。好舒服，继续继续。威风凛凛的白虎将军居然也会撒娇啊，还挺可爱的。不要停，继续。我的声音。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这毛毛真傲娇。怎么回事？我的脸怎么这么烫？哇，好喜欢那个雌性向导的味道啊，好想让它继续梳毛。不可能，我怎么能怀念一个恶毒雌性向导的味道？我就知道你会来。我是怕你冷，才不是。内阁的信函。龟拔看殿下的眼神，似乎没那么抗拒了。二殿下，近期于公开场合展现出异常灵智力波动及来源不明之巨额资金，已引起皇族阶层广泛忧虑。为解重祸，特邀殿下于3日后出席由内阁主持的听政茶会。这是陷阱，殿下！智轩狡猾多端，肯定想给您下套。你不许去！那只狐狸很危险。区区一只狐狸罢了，
你们两个还担心护不住我？属下誓死效忠殿下。你别指望我会救你。要是那只死狐狸伤害了你，我一定会咬死那只死狐狸，报仇。恭迎向导。二殿下，大殿和诸位已等候多时。二殿下一个乌等，竟能让安丰团长和龟拔将军这两位甲等雄性哨兵如此服服帖帖，真是叫我们大开眼界呢。只不过舍得罢了。安丰，你这把佩剑太旧了，配不上你的身份。接通班超宝，我是李太平。班超宝的镇阁之宝龙泉剑1000万是吧？现在就给我送到。抱歉，本店部提供临时购买服务，如虚龙泉剑，请提前3个月预约排队。嘿，二殿下，不懂就别装懂嘛。班超宝是全华国最高傲的匠人组织，向来都是预约制的。皇妹买完散售单，你也没剩多少钱了吧？不购买龙泉剑的话，2000万。殿下，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规矩。3000万。要不您报个位置，本阁可以破例派人前来接洽。4000万，3分钟内送到这里，我再追加1000万。疯了吗？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了？尊贵的客人，请您立刻报出您的位置。对了，这是哪儿来着？芙蓉院。芙蓉院收到，传送朕已校准，尊贵的客人请稍后。尊贵的殿下，龙泉剑在此。谢殿下惠顾，期待下次光临。这个你先凑合着用，等回头班超保出更好的，本店再给你换。哎，没有什么是事前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磕双倍。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这个贱人这么有钱？一定是偏心的二皇父！该死的，这些钱应该都是我的。向导他不仅用灵泉水救了我，还给我的军团补给，现在又花了整整5000万，只为了给我换一把佩剑。本公主的安丰，值得最好的。该死的雌性向导，我的呢？安丰那条笨狼都有，我为什么没有？本将军剑夺10广，什么神兵利器没见过，才不像安丰那只没见过世面的野狼。一把破剑就把它收买了。你这套华国特供的能源铠甲，居然都脱丝了。纯风大师，还请您用这块黑玄铁为我的勇气哨兵重铸铠甲。黑玄铁，二殿下，您确定要把这么大一块全部用来打造一副铠甲？当然，过去是本殿错了，自己的勇气哨兵当然要好好疼爱。真的是黑玄铁，听说任何铠甲只要能融入指甲盖那么大一点，防御力就能提升1个档次。二殿下用这么完整的一整块，那打造出来的铠甲岂不是所向披靡？哎呀，为了我家勇气哨兵的安全，这都是洒水了，不值一提，不值一提。黑玄铁，他是什么时候为我准备的？有钱的感觉真爽。诸位经常吐槽我苛待勇气哨兵，想必你们早就给他们换上更好的装备了吧？该死，他怎么会有黑玄铁？这东西连母皇都只有大拇指那么一块，一定是二皇父当年从我父亲的遗物里夺走的。二公主殿下对自己勇气哨兵也太好了，多学学二公主。有意思，二殿下这是用金钱釜底抽薪，直接从那部分化瓦解李玉章的阵营，这还是原来那个只会无理取闹的蠢货吗？皇妹真是好口才好手段，可惜再精彩的表演也无法掩盖一个核心事实，那就是在演武场上，你一个乌等灵智力的雌性向导是不可能点化好龟拔将军的。但治好龟拔将军的明明是二公主。是啊，而且将军看似已康复，他这番话是何用意？把他带过来。
我曾是二亲王炼丹坊的仆役，亲眼见过二亲王当年痴迷于制造一种能瞬间模仿高阶灵体力量的魔弹。但被那种灵力点化的雄性哨兵灵智识海，会走火入魔，随时可能再次入魔，且威力100倍，再无任何拯救机会。为了逞一时之能，李太平竟用他父亲留下的邪术，把我朝的大将军变成了随时会毁了京城的怪物。为了京城的安危，我建议立刻请御一会儿以灵识探查鬼霸将军体内，以确认魔丹之毒是否仍在，及时隔离一致。黄姐，既然你这么笃定，那敢不敢跟我赌一局大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赌？你以为你能赢我？你以为皇上会护住你一辈子？要是你的拖延让华国损失1名甲等将军，你承担得起后果吗？大殿下说的对，二殿下别再胡搅蛮缠拖延时间。我觉得应该马上禀告女皇，严惩二殿下。黄姐，你废话真多，我就问你，赌还是不赌？你敢用继位权做赌注吗？好，本殿就跟你赌，我们就以皇女的继位全为赌注。谁输了谁就永远放弃继位权。谁输了，不仅永远放弃继位权，还要当众向母后请罪。我答应。黄姐，你可别后悔。哼，就请内阁大人和在场的各位为我们做个见证。两位殿下心意已决，我自当遵从。赌局成立。太医院的人在哪里？等等，这么简单的事情还用不着太医院的人来检查。皇妹，你就别捣乱了，这里浪费一刻，龟拔将军就多一分危险。黄姐，我说过你智商不行，就别老说话了。你说你是我父亲炼丹坊的仆役？当然我是炼丹坊建立时就在的老人。很好，既然你是我父亲身边的老人，想必一定知道我父亲对什么东西过敏了。怎么，作为我父亲身边的老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还是说我这位好皇姐找你来当证人的时候，忘了把这个细节告诉你？你父亲对什么东西过敏？和龟拔将军体内是否残留禁术有关系吗？唉，我说过，你智商不行，让你别说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安风，替本公主给黄姐上一课。我手中试炼丹房人士的人入职记录：华国历天宝年间2月初3，瓷冠记录：天宝年间2月初8。你在二公主父亲的炼丹房只待了5日，那个时候研究还没有开始，你是怎么看到的？这个仆人在说谎话，陷害二公主。看来这件事有隐情啊！是大殿下逼我这么说的，是他。这个人不能留，必须杀了他。黄姐，别忘了我们的赌注。你出局了。我这位向导似乎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关于他的一切，我都要知道。是。废物！废物！我让你去下毒，你怎么就没毒死？李太平那个小贱人！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今天的羞辱付出代价。当年明明我父亲才是大亲王，为华国呕心沥血，最后的母皇却把正父之位给了二皇父那个冰养子，想让我放弃继位权，做梦！我记得，二亲王当年还有一处秘密炼丹房，就在叶龙驻防的北海水军驻地附近，对吗？做好这件事，你就是本殿下的勇气哨兵。有灵智力攻击。
全员收缩阵型，冲出去，快速回营！上将，不好了！刚才在护罩外面支岗的战士们，他们有说话的趋势。陛下，两位公主用继位权作为赌注，太过儿戏，不能作数。抱歉，恕我多言。两位殿下是在众人面前立下的赌约，如果毁约，华国的信誉将不复存在。向导议事，何时轮到你这种雄性哨兵插嘴了？这位大人，我记得我国律法写着，雌性向导对名下所有财产，包括雄性哨兵、勇气哨兵，拥有绝对处置权与代行权，不对吗？是又如何？既然如此，我的勇气哨兵替我发言，行使的是我的意志，有问题吗？还是说你在质疑华国律法？想 PUA 我的人，也得看我这个老板同不同意。不看华国律法的废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言善辩？还懂得用律法来压人了。陛下，北海水军遭遇不明灵智力攻击，战士们灵智力持续外泄，先锋部队已失去联系，请求紧急支援平朝玉。华国不能再失去一位甲等雄性哨兵了。作为甲等雌性向导，我请求立即携带平朝玉前往北海支援。紧急任务，北海支援已触发。宿主解决勇气哨兵叶龙的水军以及水军的兽化危机，任务奖励时被反利玉石，天字号灵智力碎片乘2，任务失败抹杀。天字号灵智力碎片。天字号灵智力是本世界的终极力量，集齐10块天字号灵智力碎片，即可合成完整的天字号灵智力。说到底，这个世界就是灵智力等级决定一切，吾等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天字号灵智力是通往凤座的唯一通道。不好意思啊，李玉章，这个女皇，我当定了。母皇，叶龙是我的勇气哨兵，应当由我前去支援。哼，军事救援可不是儿戏。你一个乌等雌性向导，别去前线添乱。母皇，我以个人名义捐赠3000两玉石的平朝玉及补给物资。二公主竟然花3000两玉石，救一个快要入魔的雄性哨兵。看来上次传二公主给龟拔将军猛砸钱的事是真的呀！二公主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雌性向导的甲等灵智力固然宝贵，但华国更需要的是守护子民的决心。李太平，既然叶龙是你的勇气哨兵，那这份责任就由你来承担。我允许你即刻出发，前往北海。上将，您的灵智力已经走不稳，不能再强行输出灵智力了。殿下，军部已经准备好千里行舟和所有库存的平朝玉，我们随时可以进行救援。安峰，你的部署没有问题，但我们这次面对的可能不是常规敌人。一整个编队瞬间失联，事出反常必有妖。叶龙的灵智力等级是甲，他率领的鲛人卫队更是以灵智力强韧著称，能让这样一支水军瞬间失联，说明攻击他们的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大范围高强度的精神污染。常规平朝玉净化，就像用一杯水去泼一片火海，杯水车薪。那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大范围的人工降雨。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不知道，不过我信任现在的殿下。以前我只是想守护身为二公主的她，但现在我好像更想追随身为李太平的她。系统，
打开全科设计图册。正在查找大型平朝汇聚法阵。兑换。兑换成功。这下算是把我的摄作 DNA 给激活了。不就是带项目吗？手拿把掐。从现在开始，第一，以我名义，不惜一切代价清空市场上所有高纯度平朝玉石，价格随便他们开。第二，包下机关锻造坊所有高级工坊，告诉他们，损耗算我的。第三，用3倍薪酬征召帝都所有登记在册的符文大师，不来的按判国罪论处。3个时辰，我要这个法阵出现在我的千里行舟上。钱不够就从我这里拿，人手不够就让龟拔去请，办得到吗？是，殿下必当不辱使命。殿下，二公主正在全城扫货，疯狂收购平朝玉石和各种锻造材料，玉石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属下查到的每一笔都对得上，绝无虚报。蠢货，这是知道自己要去送死，开始破罐子破摔了。传令下去，让我们的人也去抬价，帮他花得再快一点。我倒要看看，一个穷光蛋，到时候拿什么跟我斗？上将，您放弃我们吧，再这样下去，你会受华而死的。把它放到阵眼。还能再坚持半个时辰，在我彻底石化之前，杀了我！不行，上将，这是命令。死在这里，也算为华国尽忠了。完了，这种规模的精神污染，除非有平朝玉石凝结的法阵才能净化。那不知道得花掉多少玉石和无数稀有原料。朝廷怎么可能会为一个雄性驻地花这么多钱？勇士们，朝廷没有放弃你们，请保持最后一丝理智，和兽化对抗到底。女帝怎会允许雌性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平朝扩，哎！居然是他来救我们！这是平朝孙玉法阵，二公主竟然为了上将花了这么多玉石。如此珍惜自己哨兵的雌主，我可是第一次见。谁再说二公主对叶上将不好，我第一个不服。誓死守卫华国，誓死守卫二公主。这就是天字号灵智空间的感受吗？一切都不一样了，每个人的情绪波动都能看见。这波 KPI 超额完成，超10号果自负啊！真是平朝法阵，据说只有隔壁矮人族才有这套法阵，还得花费数亿金币。怎么舍得为我花这么多金币？伤得这么重，看来普通的净化能量对他这种 S 级已经效果不大了。好舒服，好温暖，好强大的精神力！这是你的精神力？你不是只有 F 级吗？怎么可能？为了给你做这次深度理疗，我可是消耗了不少精神力。
你千万要给我好好活着，我这笔投资可还没到回本的时候呢。他画天文数字的金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救我这个雄性。这些材料你配用吗？还不如给我加一只做个玉山。不可能，他一定有别的目的，为了拉拢军心，为了对抗烂灵。对，一定是这样，和原来那个二公主完全不一样。看什么呢？现在殿下他跟以前比起来，很不一样了吧？他究竟有何目的，还有待考究。不过，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殿下救下我的军队，这份恩情我不会忘记。这场事故恐怕是人为的。我检查攻击波的残留轨迹，所有源头都指向大营附近一处未被记录的深海海沟，那里磁场极其混乱，我携带的探测设备都无法靠近。我得潜入下去探查一下了。我跟你一起去。磁性向导是华国的根基，无比珍贵，绝不能以身犯险。这是华国铁律。夜龙上将，深海海沟属于高度精神污染的危险区域。你们3个甲等雄性哨兵一起过去，万一灵智力同时受到影响，入魔了，谁来帮你们化解？是华国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同时点化甲等雄性哨兵的磁性向导。二公主殿下，据我所知，您的灵智力等级士兵以下。同时点化3位甲等雄性哨兵，恐怕是天方夜谭。在本将军灵智力暴走的时候，就是他点化的。他的灵智力确实很古怪，也很强大，至少比某些只知道嘴上说说的甲等雄性哨兵有用多了。殿下当然是最强的。你们2个什么时候对殿下如此信任？不会是和起火来骗我吧？放心吧，叶龙，殿下的实力，我和龟拔可见识过了。可一个巫等雌性向导，怎么可能点化甲等雄性哨兵？他的性格和手段，都和过去那个刁蛮任性的蠢货判若两人。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二公主殿下，就跟我们3人一起吧，跟紧我，别乱跑。该死，他闻起来好香，肯定是靠得太近了。我可是华国上将，怎么能被扰乱心神？这胸肌手感肯定不错，不愧是鲛人，纯天然移动冰箱啊，夏天抱着肯定很舒服。别乱动，水压很强。上将大人，你心跳怎么这么快？是战斗前的正常反应。报警了！殿下，危险！这个笨蛋，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吗？傻瓜！使用天字号精神碎片，我的人，我自己护着。这股灵智力，居然能净化发狂巨兽，这绝对是甲等以上的灵智力。刚才那能量，他又一次保护了我。这战损鲛人的造型还真有点带感，就是不知道鲛人的腹肌是不是也有8块。叶龙，没事吧？我没事，继续前进。声波源头就在前面。该死该死，我的心跳为什么这么快？冷静，这是一座信号基站，伪装成古代遗迹的样子，鬼鬼祟祟，肯定没好事。走吧，让我去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在我的地盘上搞事情。什么人？
是？你在这儿干什么？殿下，我听说这深海中孕育着传说中的海洋贝玉，想才来献给您。啊，那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我记得海洋贝玉只生长在阳光最充足的浅海珊瑚丛中。你跑到这不见天日的万米海沟来找，是把它当成蘑菇了吗？怎么连这种冷僻的知识都知道？我小文的符咒。这玩意儿能把精神攻击的威力翻5倍，难怪能让水军中招。居然是皇姐的宫殿的通行令牌。人证物证俱在，看来这件事必须要有一个交代了。听说了吗？二公主献上的平朝凝聚法阵图纸可不是一般的阵法。那些锻造大师深入研究后，说是能让我们的灵智力点化术法，至少领先邻国50年。光是量产后的商业价值，就足以再装备3个皇家将士团了。这位二公主深不可测。陛下，此物是扩效文符咒，可让精神污染增加5倍伤害。而这枚令牌，则是大公主府邸的专属通行证。人证一直也已招供，一切的幕后主使，正是大公主李玉章殿下。这是污蔑，一定是他。那个卑贱的雄性哨兵偷了我的令牌，是他背着我做出这一切，想要离间我和皇妹的感情。哼，陛下。大公主作为华国甲等雌性向导，又是天家国师阵的负责人，身份何等尊贵，没必要对一支雄性哨兵军团动手。是啊，皇家军师团是华国雌性向导军团，而且大公主真想对夜龙军团做什么的话，怎么可能把自己令牌送出去呢？肯定是有人陷害大公主，好让皇室陷入纷争，动摇华国根基。李玉章，你对内臣管理出现严重疏忽，造成深海水军损失惨重，罚你现在解除任职，赔偿深海水军的所有损失。陛下，大公主让鲛人军团几乎沦陷，仅仅解除任职吗？哼，叶龙，陛下已经让身为甲等雌性向导的大公主赔偿所有损失了，你们区一个雄性哨兵军团，还想怎么样？就这么算了，雄性哨兵的命也是命啊！殿下，这个判决太轻了，这位大人，您说的对，金钱赔偿确实弥补装备的损失，但一支军队的价值，仅仅是装备的价格吗？将士们的忠诚、士气，以及他们为华国死战的决心，这些无价之宝，又该如何衡量？因为一个管理疏忽，就让他们险些全军覆没，这笔账又该怎么算？二公主居然为我们雄性哨兵军团说话，她真的变了。殿下威武，我就知道殿下会护着我们。算我没看错人。今天，他们可以为了华国，在深海抵御精神污染；明天就能为了华国，在边境抵挡千军万马。他们的价值不应该被如此轻视。这真的是那个好吃懒做、嚣张跋扈的二公主吗？去，谁小时候还没有个淘气的时候啊？二公主早就改好了，别老抓着人家以前的事儿。啊，怎么还会收买人心？陛下，守护凤辉奖章，每一枚都由昂贵的平朝晶石打造，为一个雄性哨兵军团集体颁发，这对国库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销。你说这是一笔开销？恕我直言，你用错词了。你们金钱就能换得军队的绝对忠诚，到底是怎么坐上内政大臣的位置的？
这不是开销，这是一笔投资。他向全华国所有的雄性哨兵战士宣告：你们的牺牲，皇室看得见；你们的价值，华国永不忘。这枚凤辉奖章换来的是未来千千万万将士为华国奋战到底的决心。说得对，说得太好了。用荣誉去锻造军队的忠诚，这种远见才是一位真正统治者该有的气魄。他会尊重我们雄性哨兵，看得到我们的付出。我安峰这辈子跟定他了。担得起本将军的向导。好一个投资！你父亲当年也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价值。深海水军守卫海域有功，内阁立刻准备守护者凤辉奖章。凭什么所有好事都是他的？收买人心的小把戏！既然你这么喜欢出风头，那我就给你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收场。母后，之前我和李太平正处理的河洛矮人和玄晶通商争端，一直进展不佳。皇妹此次救援行动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理财和筹谋能力。不如将这个重任交给皇妹处理，想必能给华国带来惊喜。河洛矮人族这次要求涨价的范围，远远超过华国财政所能承担的价格。李太平，你可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当然愿意，不过既然是为华国分忧，总得有点支持吧。需要什么支持？我要求谈判期间，所有相关部门必须无条件向我放开，包括内阁的最高情报权限和国库的紧急调用权。毕竟，做生意嘛，本钱得足。好，如你所愿。奉女皇之命，与河洛矮人的通商谈判，将由您全权负责。这是全部的资料。让我看看您要如何处理这个连内阁都束手无策的难题。我这位深不可测的向导，主线任务：解决玄晶通商争端。就这，很难吗？通知他们，明天上午来这里谈判。殿下，您甚至还未看过卷宗的细节，河洛矮人出了名的顽固。他们要的价钱比市价高出3倍。问题不在卷宗里，内阁大人。看都没看通商资料就开始大放厥词，是我多想了，二哥。这次通商计划，关系华国军被升级换代，不容有失。如果您没有什么想法的话，看一下文件第6页，我们内阁的重新报价清单。这还在纠结报价？这哪是买石头，这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光盯着怎么切自己那一小块，格局呢？007社畜都比你们懂。内阁大人，你们搞错一个问题，不要总想着怎么用政治思维解决纯粹的商业问题。这是什么思路？他总能提出我意料之外的见解。是，这只狐狸终于露出好奇的尾巴了。很好，驯服的第一步就是让他对你产生兴趣。我的计划明天你就知道了，你只需确保你那些顽固的河洛矮人朋友们准时到场。我这个人不喜欢等。哼，可恶，又卖关子。商业问题，他究竟藏着什么王牌？他到底有什么底牌？这个雌性向导让人看不透啊！算了，我倒要看看你明天能搞出什么花样。我们和洛部落只认锻造和力量，别跟我们来虚的。最新一批的熔火玄晶的价格，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内阁大人，对付铁匠要用铁匠的方式。什么意思？铁匠？使臣大人，看好了。
公主手上居然有这么个好东西！啊，这是什么造物？这种能量转化率？哦，这小玩意儿的能源利用率嘛，大概比你们现在用的制式造物高个200%吧。感谢系统出品的全科设计图册，正向为打击的感觉真爽。殿下，这个造物你们卖吗？哎，抱歉，使臣大人，连发系列的造物是非卖品，他们只会限量提供给我们华国最高等级的战略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对，我们可以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互通有无。我们和洛布族很乐意和贵国结盟，不然熔火玄晶那么抢手，每年我国都会给贵国留额度。而且这次为表达诚意，我们愿意在市场价的基础再降3成。不，4成。我们只求能获得连发系列造物的唯一亚人。使臣大人，合作愉快。二殿下放心，我们和洛矮人族也绝不会亏待盟友。怎么回事？为什么心跳这么快？公主最近为我们做了很多，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表示。哼，她做那些不过是锦一个向导鹰镜的本分罢了。哼，这铠甲的防御力确实不错，下次出征我就勉为其难穿上吧。那你现在穿出来干什么？现眼包。龟拔说的对，别忘了他过去是怎么对我们的，现在这点东西不过是他亏欠我们的补偿罢了。这才多久，就把这华国最顶尖的几位雄性哨兵拿捏得明明白白的。他们看到的是二公主只会砸钱，但在我眼里都是见招拆招的完美布局。哼，这盘棋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上将说的是，说起来，内阁刚送来一份紧急文件，需要我立刻处理。各位，先失陪了。我得把珍藏多年的狼王獠牙取出来，那才是配得上殿下的礼物。放血太俗气了，还是去帮那位向导把住处周围的安全措施再加强一遍，这才叫实际行动。正好，趁他们都不在，我倒要去看看那位向导在忙什么。我作为第4个勇气哨兵，这位殿下会如何攻略我呢？爱这个东西，只会让人的头脑变得不清醒。安峰他们已经被情感蒙蔽了双眼，看不清真正的利弊。